用颜料画上去的。是他的女儿玛利亚啊发现的。因为小孩嘛喜欢看上面啊，大人喜欢看下面啊。但是他发现了之后呢，就被很多人说他呀是他们的伪作啊。他的发现者这个德索图奥拉呀去世了啊，都没有得到平反。后来是由布日耶他们很多的学者来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啊，就综合当时发现的很多证据来进行了一些肯定，这就是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在东亚呀，有一个与现代人有直接相关的叫宁夏水洞沟遗址啊。这个遗址来说，就涉及到很多地点，第一地点、第二地点啊。它的一些实际特征啊，就是出现了在4.6万到3.3万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类似于勒瓦罗瓦啊这种石盒啊，有点像莫斯特，也有点像奥瑞纳啊。但是后来呢，又被这种石片石器这种工业来取代了。但后来呢，又出现了细石业工业啊，构成了在这个西北地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演替事件。关于这个北美涉及到从白令基亚的一个路桥来过来啊，也有的时候就涉及到一种无兵走廊的陆上路线，一个海岸的路线啊。在这里面呢，就有很多学者有所争论，尤其是对这个克劳维斯啊这种东西之前那个时代究竟什么样子有所争论。上一次开利教授来中国做讲座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前克劳维斯是在很大程度上存疑的。在克劳维斯见光器之后呢，就有一个叫福尔索姆啊这个见光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了哈，一个见光器卡在了两个肋骨之间啊。这是明显的共生证据，认为这个见光器福尔索姆见光器是导致这个动物的死亡的元凶就是人类的狩猎行为嘛。但是人类这种狩猎啊，尤其是这种悬崖那种基地狩猎，在过去并不多见啊。这有许多是后来的印第安人有了马之后的这种狩猎，但是在之前那个时代确实有古印第安时代确实有的。比如在这里就出现了野牛骨之河这个样子。咱们把第一阶段的这种讲座呀，把这个讲座进行一些简单的归纳就是人类从这种生态位里面找出来自己的一个位置因为最早的时候人类是刚下地他们没有特别好的食物资源的，他们仅仅从那种狮口夺食或者是欺负猎狗把猎狗赶走来进行一些 scavenging 来进行一些这种食腐来获取一些食物。这些蛋白质对于人类的一种演化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之中人类可能意识到咱们可以用石头来制作一些工具一是可以防身，第二呢就可以取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特别重要的食物资源，比如骨髓这种骨髓其实是很多动物无法获取的。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之中这个人类就有了一些艺术品比如岩画艺术他们还进行了群体的狩猎，他们进行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来说集中体现在这种投掷技术和细石业技术里面。这个呢就进行到第二部分内容讲座还有后来转化为了室内就是出现了定居第二部分呢就涉及到这种石器技术在最后阶段的一个演化，东北亚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一部分的讲座难度相当高但是我会用最简单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给说一说大家体会一下就行了关于技术的演化，在这个全球范围出现了细石器化石器的细小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议比如细石业工艺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陈胜强老师呢就认为说是从华北起源的。他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其实用了一种生态模拟的办法去看大家可以看看从东北到西南这条线，它的这种动物资源特别多，但是不是感觉这条线好熟悉对吧？这条线呢，其实咱们说那个胡焕庸线
还有那个等降水线啊，都是在这里啊，就是森林草原的这种交界地带啊。这个地带在末次生命期的时候呢，其实南压了啊，就是秦岭淮河这条线啊，这条线呢其实特别适合狩猎，于是陈胜乾老师他就认为呀，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可能这就是华北起源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啊。咱们再跳一跳啊，跳到特别晚的阶段，比如啊，这个新石器时代之末啊，出现了这种空三足期和实三足期的一个区域。李明老师啊，就说叫高地龙山和低地龙山啊，哎，这也涉及到这条线。究竟这条线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技术的分野啊，文化的分野，它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啊？这就是我当时考虑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在我做这个博士论文期间，我更为关注的一点就是细石业啊这种技术，究竟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经常看到，哎，环境变化了啊，末次生命期，后来很多人用了这种细石业技术，但是大家看到没有，环境啊，还有实际技术中间缺个环节，那个环节呢就是人，那个人呢是狩猎采集者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要考虑到一点，这个狩猎采集者究竟当时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当时啊想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术问题啊。末次生命期确实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一个是冰盖啊，但是在咱们这个区域来说，就会可以看到，哎，海平面上升了之后呀，它形成大片陆地，是吧？而且呢，就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这种植被带啊，进行了南移啊，就是 forest steppe 啊，森林草原这个地带呢，你看压到了长江流域啊，这条线按理说应该在这里的呀，对吧？在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基础上，后来写出来一本专著啊，就是这里啊，这幅图呢是虎头梁遗址啊，太阳照在桑兰河上啊，在这里拍的。我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过很多尝试啊，最早的一次尝试呢，后来是发了一篇论文，关于这个细石业的这种行为生态学的这种考虑的啊。但是后来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呀，我发现那一个模型是很难涵盖整个的这个东北亚区域。在这个过程之中呀，就有一本书帮了我很大的忙，就是这个宾福德在2001年写的这个构建藏偶模架。其实这本书也是陈胜乾老师啊写他的那个博士论文的运用到的很重要的一本书啊。陈老师也是宾福德唯一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嘛啊。宾福德他的这个模型他有一个进化的一个历史啊。陈胜乾老师当时在做那模拟的时候，其实是用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版本啊。但我在做这研究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另外比较高的版本了。这个模型呢，后来被 Edward Johnson 教授称为叫宏观生态学模型啊。它的这个有一个计算器啊，就可以把输入之后呢啊，这个气象站数据啊，输入之后可以产生300多个与狩猎采集者相关的一些变量。它这个模型啊，很有必要来这儿说一下。它的模型呢，本质上就是从已知推未知。大家知道，现在狩猎采集者其实是只生活在个别的一些小区域的，但这个区域是不是和环境有所关系？如果有所关系，如果能建立这种等式的话，咱们可以说一说，如果这地方已经没有狩猎采集者了，比如北京，比如上海啊，这地方肯定没有狩猎采集者了，是吧？会是什么样子啊？如果咱们知道那种关系的话，通过每个月的温度啊、降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些模拟？这就是当时宾福德天才式的一个设想啊。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就说，末次生命期如果咱们有模拟出来每个月的温度和降水的一些数据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模拟出当时的一种条件来？它同一个变量的话，它可能就会形成了两幅图景，这两幅图景的这种反差会帮着我去思考这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事情啊。这就是我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呢，一个狩猎采集者的研究。张老师，你的声音变小了。喂，能听到吗？
喂，下面声音怎么样？我这可以听到。啊，可以的啊，我尽量说声音大一些吧。这就是我当时那个论证框架，一个是狩猎采集者的啊，所有的这些点都是气象站啊，都是气象站。下来呢就是两种气候的这种背景啊，一个是现在的这种全新式的啊，因为咱们现在是全新式嘛。张老师，麻烦您看一下网络是不是正常？就是您的声音很遥远。喂，张老师在吗？在的，我看一看啊。我这边网络是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这是用的有线。喂，能听到吗？好的，好的，现在正常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的，我就接着讲吧。可以。好的，好的，现在正常了。好的啊。另外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石器的技术组织啊，就是关于石器的。各位听众啊，现在进入到了难度相当高的一个环节啊。其实我给专业学者讲的时候啊，也是相当费劲的。在下来这些讲的过程之中呢，我会以最简单的一种表达啊，来把这事情说一说。大家如果听着费劲的话啊，也可以忽略的啊，没有必要就是那么费劲的去 follow 啊。下来呢，就涉及到4大模型啊。第一组模型是关于这个气候啊，还有那个相当于资源的啊，还有它的栖息地的啊。这涉及到第一个事情啊，就关于生态学的。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最简陆生资源模型，就是把人呀作为一个物种啊，有吃植物性的，也吃动物性的啊，就是不用考虑到人的文化。第3个模型呢，涉及到当代狩猎采集者的一种投射的啊。这个就涉及到狩猎啊、采集还有捕鱼啊。最后一个模型呢，就是如果人口密度增加了之后，人并不能随意移动了，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上面呢是没有拥挤的，第二个是拥挤的啊。咱们再看看地图吧，这些地图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些地图啊，比如生长季节啊，上面呢是渐冰期，下面是莫测生命期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线啊，这等值线南移了啊，所以它的值是降低的啊。有效温度呢也进行了一些移动啊。最有意思的是，它的有一些线啊进行了这些线啊，比如这条线啊，就是大概过北京的这条线啊。它是有效温度12.75，它叫植物资源利用阈值啊，比它这条线啊，如果值高的话，是可以主要利用植物资源进行生存的；如果低的话啊，就不能了，就只能用动物了啊。下面这条线呢，大家可以看到15.25这条线高于它的啊，就不需要储备，这叫储备阈值；低于它的是需要储备的。大家可以看到，哎。这2个线之间的这个区域，这不就是北方宿作农业吗？南面这不就稻作农业吗？它的起源是有根据的啊，因为它们都是植物性资源，是需要又是需要储备的啊。还有意思也有意思的一点是，这条线在莫测生命期的时候南移，这条线呢基本上就是这个细实验技术发现的这种南线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细实验技术呀。很有可能啊，就是进行狩猎的。像初级生产力啊，这条线呢也南移了。中等有蹄类呢，其实就西北东南这条线啊，密度降低了。所以从这个中等有蹄类这些地图呀，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关于细实验技术的起源问题啊。细实验技术有一种看法来说，是一种类似于极端的传播论的啊，就是迁移的啊，一条路线。
但是我觉得这条线来说，如果咱们放到这个地图里面，大家会发现，其实有的资源背景并不怎么好，尤其是这个北海道这个区域还有库页岛这个区域，其实它的资源条件并不太好用这种人口迁徙是很难进行解释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资源可以吸引狩猎采集过去呢？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黑曜石黑曜石背后的这种物流系统和人类的这种网络可能是吸引他们过去的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华北的这种吸食业技术它的这个分布和谢费先生提到的这个马蹄形地带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吻合很有可能呢，华北它也是需要吸食业技术的，所以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可能咱们这边确实有对吸食业技术的需求，所以用这种文化的这种传播和迁移来进行解释的话，一定要小心下一个问题呢，就关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莫林达 Zider 在2009年提出了看法它有些涉及到新石器时代生活有10个关键要点，最核心的3个在考古学上特别容易看出来的，驯化动植物定居还有磨制石器还有陶器4个嘛，对吧？这4个是看得比较清楚当然这种理解来说涉及到一种宏观进化的一种看法了如果咱们在这个模型里面看的话，像最简陆生资源侧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变红的增多了，就说明在末次生命期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地区需要狩猎的如果咱们到第3个模型的话，如果用狩猎采集者这个模型来进行一个投射的话在末次生命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很多的红色的区域也必须得需要很多的狩猎咱们说一说如果是青藏高原问题呢，青藏高原它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缺氧高原反应在末次生命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区域并不太适合人类生活当然它的这个南部地区还是比较好可能有的时候呢对于人类的宜居会起到一个吸引的一个作用吧。但是到了在建冰期的时候这种环境比较好了，像这是一样的数值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农业作为底子，他们在通过一些伏击狩猎的一种办法来进行狩猎可能对他们的生存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种推动作用第4个模型呢是一种拥挤，咱们仅仅看到全新世1万年的时候这人口拥挤了，它拥挤了之后就会发现在偏向于低纬地区猎人狩猎就会转化为植物利用，在高纬地区和海岸地带它就会转化为对水生资源的利用这是一个变化比如像饶河小南山遗址就出现了玉器这种样子，它可能是涉及到比较早期的社会复杂化。东呼林遗址是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及到这种早期农业的一种采用，但是他们也出现了这种贫血的症状上山文化里面像桥头下汤他们出现了比较早期采陶，而且还出现了祭祀坑这种的东西，可能也涉及到早期的社会复杂化问题这些区域呢其实与水生资源利用可能有这些关系陈胜乾老师在《史前现代化》这本书里面就涉及到就是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种农业起源那种背景，比如辽西地区后边是涉及到游牧的经济区，华北呢就涉及到这种平原沼泽区的这种食物生产华南地区呢根茎类的这种使用，西南地区被排挤被挤压的一个区域。而且西南地区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他发现了类似于仰韶的那些东西比如杂酒比如大房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农业人群向西南部的一种挤压通过这个半月就是这个有个半月形边地带就是边地半月形地带过去的这个事情当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沿海地区是不是形成了类似一种水生资源的利用，叫中时期适应。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特别像中国的一个新月沃地吧
也进行了一些农业的扩散。但是和西南亚进行比较的时候，咱们这个区域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它离着这个扩散区或水生资源利用的这种丰富的地区太近了，对吧？所以咱们看到这个起源和扩散很容易就会特别紧的贴到一起，很难发现它是真正的起源还是扩散啊。咱们再看看欧洲和西南亚啊，进行扩散的话，它们区域啊就比较大啊，进行扩散的时候就比较复杂，而且在这个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中石器的这种文化。这种中石器文化其实遍布全球的，就是高纬地区的。你看日本这也是一种叫升温时代嘛，是吧？还有欧洲的很多区域，还有像这 A 呀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那种图腾柱所在的区域，是吧？他们都是中石器的适应，所以中石器适应它很有必要啊，去思考的啊。另外的一个事情，咱们再比较一下一个张家口北部啊，因为最近这些遗址啊，还有张家口北部以及这是坝上地区嘛，还有像内蒙古那边玉民司马沟这边就是兴隆呀、四台遗址啊，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赵超老师最近刚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啊，就是北方的这种低水平食物生产啊，写的挺好的啊。这个区域涉及到塑作农业起源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区域呢是鲁北啊，就是这个临淄啊、淄博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挺有意思啊，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像特别早期陶器，而且有点社会复杂化的一种迹象的感觉啊。如果咱们把它放成张北地区和这鲁北地区进行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张北地区可能是要高风险适应，大家需要细实业技术来进行狩猎，并强化利用植物资源，可能这儿出现了最早的塑作农业啊。塑作农业起源是在张北地区，是一个生态比较脆弱的区域啊。这个区域在有的时候呢环境比较好啊，但是呢它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所以很有可能利用植物资源啊来进行生活的。在鲁北区域呢，就是低风险的适应。而且这个地区呢有富足的水生资源啊，进行了陶器制作，并且用火呀来改造它的景观，因为它有大量的植被需要清理。他们进行了一些陶塑为代表的这种艺术品，可能是不是有象征意义？它是不是对于火的利用啊，和这儿形成了一种景观的塑造，形成了一定的关联啊？这些象征意义，咱们再可以看一看，像东北的这种玉器啊，还有钱塘江的这种彩陶呀，也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社会复杂化这种路径可以深入到很早的一个时代啊，就是更新世到全新世的过渡啊，就是这种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代啊。所以呢，我就倡导呀，将社会复杂化纳入到文明起源这个视野里面，对吧？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时空意义上呀，进行扩展，可以考察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启动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末次生命期的资源压力下聚集，引发了技术创新与社会重组，在部分地区成为农业起源的前奏。也可以考察非核心地带的这种社会复杂化进程，尤其是农业地区之外的文化演变过程啊。而这些正是目前文明探源工程中文明探源中呢所忽视的方向啊。好，谢谢大家啊。就是后半段呢，其实难度比较大啊，但是大家只要注意到，这个社会中复杂化呀，还有人类的这种历史，其实是联系到一起的啊。所以旧石器时代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一个时代，可以帮着咱们去理解这个人类的整体的历史。好，谢谢。好的，非常感谢张萌老师给我们为我们丝路国文的广大的网友们带来今天这样非常精彩的一个课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按照流程的环节，下面我们将有请嘉宾伊特阳老师对我们今天张老师的这样的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来进行一个总结和评述那么也请叶老师来分享一下有关张老师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的这样的一些独到的感受。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叶老师分享结束之后呢，我们下面的一个环节就是和各位网友各位我们的观众进行问答和互动的环节，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来结合我们今天的内容，踊跃的提问和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进行交流，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丝路博文与博雅学社，扫码进入我们的群的这样的一个社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下面有请叶老师来进行一个分享和评述吧。喂，大家好，大家能听到吗？可以。可以是吧？我看一下之前那个耳机一直掉线了。首先非常感谢张老师这个讲座，然后他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我跟张老师呀、刘岩老师，我们都是比较关注考古学理论，比较关注这种大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宏观历史进程。今天张老师用了那个甘波的一个概念叫深层历史，当然就是也是从人类演化这个大视角，从这个长时段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及人类这个物种以及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演化。所以像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非常有期待，就是说如何去研究一个，尤其我看那个小标题嘛，就是张老师一直关注的这个从物种和组织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人类的深层历史。那我觉得这个讲座很重要的一个是就是它两个主题，一个是100万年的人类演化，这个是它主要的核心内容。然后另外一个是觅食向农业社会的过渡，相当于是由这个宏大课题这个引申出来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就是更新世到全新世过渡时期，狩猎采集者在这个经历莫斯生命期前后的剧烈的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对人类社会及人类这个物种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吧。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研究这个我们考古学研究历史吧，它就有一个偏重，就是史前史和史后史这段时间是一个相对割裂的一个角度。以前有一个上海有一个学者，他说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是看史前的时候，这些研究都是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是一种客观的视角，但是到了有历史记载以后的时候，很多研究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历史学的一个研究，就是所谓的史后史。那如何打通史前史和史后史，就是需要一个从这种相对客观的视角，从我们无法没有被人类历史没有被文字记载之前的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靠的物质遗存，靠的是一些传说时代的一些痕迹吧。那张老师给大家展现了一个从人类100万年演化的过程当中，它包含一些偏自然史的，涉及到人类演化的一些体质结构的变化，涉及到它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它的空间的拓展，它的随着时间发展它技术的变化，以及它的社会组织关系的变化。从最早的人类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社群，到后来成为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经常讲这个人类的历史叫中华文明，经常讲上下5000年。其实上下5000年现在有一个新的理解，叫其实上5000年和下5000年。上5000年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农业起源到这个国家形成这段时间，那下5000年就是5000年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然后张老师还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文化生态视角下一些人类演化的一些理论吧，包括网状进化的一个图景，以及间断平衡的这样一种人类演化的机制。他认为这个间断平衡它其实是融合了以前的灾变论，就是突变论和渐变论这两个角度。那我们通过这个讲座，我们对于这个人类演化有一个理解，对于这个就是张老师所关注的这个文化和生态这样一个关系，然后物种在这个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演化当中所发展的所产生的一些长时段的一个发展进步，有一个比较总体性的一个了解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说让张老师再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生态位理论在这个整个人类演化过程当中它所发生的这种拓展，包括你早期的可能是人类如何
超越其他物种，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态位，到后来发展自己生态位，而且是不断拓展自己的生态位，能够征服整个地球，能够去不断改造自然。同时，这种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又改造了人类社会本身，产生了一个超级复杂的一个地球有历史以来一个非常复杂一个物种的一个繁盛的一个人类生命的一个适应吧。那我的一个大概的对这个讲座的一个感受，然后大概这样，然后我们请张老师再聊一聊。好的啊，谢谢叶老师的评述啊。因为我也看到那个聊天框里面啊，也问了2个问题啊，我就结合到一起来说吧。这个生态位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人类通过自己的一些文化适应呀，就是找到了一些机会啊，能够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其实说实在话，这生态位其实可以广泛的运用到咱们的生活里面啊，比如咱们内卷啊，内卷不是就是卷一个生态位嘛，是吧？这个如果咱们能够破局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是不是能够开辟新的生态位，就相当于你可以形成一个电机者效应，对吧？就是去开创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事情，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从事考古学或者从事所有的学术研究的这种学者啊，尤其年轻学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这个人类这个进行演化的时候，肯定涉及到2个因素特别重要。第一个是技术创新啊，就是发展出来了很多的像石器技术就是一个啊，当然从石器上面是手嘛，对吧？还有像那个另外的一个可能与脑有关系，尤其是用脑的这种表现，就是人类可以和很大量的一个物种。不是很大量的这个人群啊，进行这种不在犹在的这种交流啊，就是你可以利用一些信物啊进行交流啊，这一点来说是在动物界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2个就是手和脑啊，它的这种演化呢，其实虽然有一些生物学基础，但是在这个人类的文化，在这个和生物2个机制共同的作用之下，可能塑造了人本身啊，所以就是人创造了自身嘛啊，一个事情啊。我就是这个算是一个生态位的回答吧。其实叶老师最擅长的研究啊，是关于这个边地啊，这个半月形地带的啊。在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这个区域哈，就是这个区域。他这个博士论文其实就写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从童文正先生这个来一个延伸到现在啊，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他的这个学术研究本身也体现出来了一个生态位建构的过程啊。因为咱们现在来说，绝大部分研究农业起源就是研究这个农业起源的这个核心区域了，是吧？但是叶老师他当时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半月形，不是这个半月形地带啊。就是这条地带是吧？它究竟它的意味着什么啊？所以它里面涉及到许多的文化生态学的一种解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叶老师的研究。另外一个生态位进行这个拓展的，比如咱们刘岩老师啊，他特别侧重的是后过程考古学啊。现在来说，后过程考古学在国际上面已经相当成熟啊。就是刘岩老师呢，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对于辽西地区啊，它的这种家户呀，或者一些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从这种人文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分析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涉及到因浩德那种纠缠理论在这里面的应用啊。下来呢，我就回答一下，因为聊天框里面正好看到了啊，先回答一下这2个问题吧，再看看后台搜集到的那些问题啊。关于圭拉纳奎茨这个研究呀，这个模型确实做的相当好的啊。这个模型其实做起来，它是一个超级多学科合作的一个产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Kent Flannery 啊。他的这个领导力是分不开的啊，他有意识的以问题为中心去搜集这方面的数据啊，即使圭拉纳奎茨这个遗址是特别小，材料不特别少的情况下，
它通过特别细致的分析和特别系统的这种建模呀，因为它一个叫雷诺兹嘛，我还写过这个文章啊，关于这个建模的这个事情，有意识的去搜集这些数据，而且有效的去利用这个材料所显示出来这种信息，其实是咱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啊。其实国内的这个遗址比龟兰大灰瓷好的遗址很多很多，但咱们现在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组织起特别有效的研究，对吧？就是换句话来说，这报告写完了之后，咱们该怎么办的问题啊。其实这一点也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从事考古研究？把这个考古学呢作为咱们一生的这种职业，它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现在也是人到中年了嘛，也开始有这种想法了，说为什么要从事考古学研究？如果来一遍的话，再重来一遍，我是不是要从事这个方面的这种学术啊？这肯定会有这些困扰的啊。所以，如何从这种咱们的这种生活里面啊，或者从咱们学术里面，让它变得更为有意义，这也是咱们要考虑的一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呢，涉及到手脚手脑是线性主义还是同时重叠的？其实是肯定有重叠的成分重叠成分来说，给你换一个角度来说，是如何去看这些事情呢？比如你看孩子的这种发展尤其是1岁到2岁，就是从出生之后到2岁这个阶段，其实它就是从生物上的人类是吧，转化为文化上的人类这个过程，而且它会重演一遍人类的演化。你看它手和脚其实都是要有一些活动的而且这里面也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刚出生的婴儿是脚是有抓握能力的，这和那个黑猩猩很像的，对吧？这也是灵长类的遗产，对吧？就是手呢，其实在很早的阶段就开始用了。那种表达来说，语言上的表达，爸爸妈妈像这些表达其实出现的相当早但它在他们这过程之中呢，是互相交叉侧重的进行演化的，而且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合到一起的比如你给他告诉一些话是吧，他肯定也要有想的，他肯定要接收的脑子肯定要用的，手也会行动的，脚也可能去进行尝试，对吧？比如大人教孩子怎么站起来呀，这就涉及到语言，涉及到模仿，他会看你进行一些信息的一种转化当然是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其他的灵长类其实学习这些手脚的这些活动，简单的这种活动呀，生物性的这些活动，其实是相当早的你可以看到那些猴子在同龄和婴儿同龄和人类的小孩同龄的时候，它其实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是人类呢，其实还是属于必须没有自理能力嘛，对吧？所以这个人类是用了很大的能量是在脑中在脑子是注入这种能量的，这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拖慢了手和脚的这种能力，尤其是就是这种身体的协调能力但是在咱们长大之后，咱们的总体的这种能力要高于其他灵长类的这是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这个人类演化和这个一个是物种的一个演化，一个是个体的发育这个事情。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问题，达尔文进化论它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它是均变论假设它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什么达尔文又错了什么那种说什么发现什么化石达尔文又错了，完全是错误的一种看法其实你如果说达尔文错了，应该去观察果蝇，观察现在的物种因为达尔文的理论是从这里面来的。但是如果发现化石的话，那只是一些假说的问题，它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我当时把那个宾福德那个 Teaching Archaeology 那本书写那个很长的一个 summary， 一个7万多字吧，50来页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他的这个讲他的这个给学生上课的一门课的里面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对于你思考这些问题会有所帮助好的，我回答了这个聊天框里面的问题。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启我们的问答的环节。那么这里边，刚才其实我可能想先从刚才这个张老师在回答这个网友提问的时候提到的一些内容先来入手吧。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他做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这里边我们今天来的各位听众可能各种各样的学术背景，那么他们对于我们今天张老师讲到的这个内容，很可能他的关切点和我们作为这个一般的考古学家或者专业的考古学人员来讲，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就是想借着刚才这个张老师提到那个问题，但是张老师刚才没有分享完啊，我觉得可以再和我们包括这个叶老师可以一起来这个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当然叶老师也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这个回答，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学者，这里边包括像两位老师对于我们所说的史前社会、史前技术这种史前适应方式的这种演化研究。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个问题就是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作为专业的学者来讲，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想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公众我们可能非专业的学者对于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人类的这种深层次的历史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类的演化也好，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离我们非常遥远的，那么对于我们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处在当今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一个深层历史，这种人类久远的历史的研究，尤其是这种我们像张老师这种所谓的规律式的这种机制式的研究，对于我们当下人的这种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啊。张老师，我觉得可以先聊聊这个。我觉得，其实和当下的哪方面吧，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非专业的学者来说，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下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也好，或者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变化呀来讲有没有什么一些借鉴性的作用？首先如果下一次莫测生命期来了的话，咱们去哪儿生活比较好呢？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我的论文里面哪些区域可能适合莫测生命期的生活，可能下一个冰期来了，你看可以选一个地方生活一个搞笑的一个回答咱们下来就说一下，去理解这个文化的多样性，我觉得是相当关键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文化的这种转变其实它是有理由的，并不是说咱们说他想转变了就想转变，他就转变了有的时候并不是这种特别主观意义上就可以引起这种改变，它涉及到很多的限制因素比如咱们举一个例子像大家知道南岛语族吧或者像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一种转变像太平洋岛屿上的一种扩散，这种扩散的时候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因为是火山因为太平洋岛屿很多不是与火山活动有关系，否则它不会形成那个岛嘛。在那里，它就找不到粘土找不到粘土，它怎么做器物，就回到了石器嘛，对吧？他们就可以用那个火山岩那些石头，做出那些器皿出来他们其实有陶器技术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不好办。另外一个，咱们就可以回到有一个动画片，它动画片其实就涉及到太平洋岛屿上的岛民
要开拓性的去一个地方生活，叫海洋奇缘吧。我那英文的名字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就是叫海洋奇缘，翻译成中文。像那个动画片就显示出来了，在有些区域啊，你如果人类在那长期的生存啊，因为可能利用单一的植物啊，也会产生一些风险啊，比如他们的一些植物来说就开始变得枯萎，变得不太好了，有可能是人口拥挤造成的，所以就要走到别的地方去。那走到别的地方呢，到怎么去走，这也是一个问题。下来有一个问题是在顺风的时候去一个新地方，还是在逆风的时候去航行到一个新地方？答案是在逆风的时候啊，因为呢，他们是可以回来的啊，回来很重要啊，并不是顺风顺水就好啊，就是能回来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人类早期扩散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们一路向那边走吧，他们应该是可以回来，能重新利用自己这个生活区域的。所以这个人类这个扩散的历史，其实里面有许多的限制因素，比如自然的、社会的或者社会习俗造成的一些困扰啊，一些束缚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庞龙不是写那个宽容序言的时候，就涉及到这些问题嘛，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像一些考古发现，其实最早的时候没有被一些主流的学者所承认，是吧？其实这也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材料的积累啊，也是经历一个很长的阶段的，而且需要一个学术框架的一个约束啊，所以咱们整体来说看人类的整个历史的话，对于咱们如何生活到当下，其实可能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对吧？风一长，勿放眼量嘛，对吧？陈胜强老师经常拿这句话，来给我们讲的，所以要用长时段的视野啊，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样来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啊，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好的，谢谢这个张老师叶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做一点补充吧，就是其实我刚才听那个其实刘岩老师他其实想问的，其实就是我们做史前考古或者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社会，研究史前人类社会的技术呀、社会主义等等，我们做这些研究的最终的目的，我们到底有哪些东西是能够去拿来到当代社会里边能借鉴的，哪些跟我们现实真的有多大关系？其实一个宏观上来讲，就是说，当然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从长时段看到我们人类的演化的进程，我们会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这种生存状态，我们的人类的技术进步等等等等的吧。另外一个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在可能当代应用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演化心理学的一些成果，对于我们解释现在的人类社会，包括我们人性的一些弱点啊，人性的一些特征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尤其是那种两性特征，它跟这个从灵长类以来这种性别的分异，然后男性的狩猎、女性采集这样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比如说，为什么男性他就往往会关注一些地理的这些空间方向，就是它的东南西北啊，哪个路口呀，怎么去导航呀？这个男性一般是比较在这方面，它是有一些可能基因上可能是一些演化心理学可以解释的一个擅长的方面，而女性往往她因为采集，她经常在一些偏那种森林、偏那种林子的环境，她可能会注意到某棵树后边的某一个特定的路标，她会说往左往右，她不会跟你说是东南西北，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于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个借鉴意义吧。还有就是像老师之前说的那个邓巴数，也是跟我们现在一些像微信的一些设置呀，包括一些这种基于用户的一些模型，尤其它要进行传播的话，它要在什么样一个规模上去设置这些等级，这些信息传播的一个范围，其实也是跟这样一个人类本身、人类这个物种演化所
长期历史所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对于人性本身、人类的社会组织本身的一些相对规律性的一些认识有关系的。因为这些认识确实帮助我们在营销学、在一些文化传播、在一些信息传播方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应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是我现在想到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就是我们研究史前社会、研究人类演化的一个意义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像那个张老师提到这种文化多样性，其实人类的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就是在那么漫长的一个时空之下的话，我们其实通过考古学、通过历史学，我们看到古代社会有各种各样一个不同的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它可能是时间差异的，是一种演化方面的差异，有的是空间差异，有的是适应，有的是历史传统的差异。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在一些就是尤其像现代人起源所带来的这个现代人扩散，然后和行为现代性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不同地区的石器技术它呈现出来的不只是文化传播，也不是人群的替代，也不光是一种完全的基于环境的一个适应，它可能是很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包括一些地方的历史传统、它的原料、它的等等的一个社会背景，最后导致的它呈现这样一种文化的面貌。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去理解这样一个古代社会，我过去一些学者说，过去是异国，它体现了一种对于异质文化的一种，你没办法完全的去理解它、认同它，没办法完全的一种融入性的视角、一种主观的视角去内在去理解这样一个东西。那客观视角它往往又有一种偏差，是一种依据逻辑、依据类比的方法去理解得到的。所以我们对于史前人类社会的一个认识，也是对我们当下的一个对于理解周围的人吧，也是一种对于这种多样性的一个理解吧，会更加的包容去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吧。大概这样我的一些想法。好的，谢谢两位老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价值去思考的。那么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我们所说的对于人类的早期历史的研究，其实对于我们当下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其实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重复的我就不说了，可能说一点点补充两点我的一些新认识吧。这里边一个可能是我对于我们人类的这种长时段的一种社会发展规律，这个可能这个两位老师都是比较特外的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我们人的这种什么是人的这样的一个维度进行的一个认识。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包括叶老师，其实他们可能都是偏向于我们所说的这种生存策略的这样的一种角度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尤其是人们在面对一些特殊的一些境况的时候，人们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些生存策略，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当下的这样的人来说，比如说尤其是像那个张老师在讲这个细石业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考古学的背景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不知道这个细石业的这种东西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们在面对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环境之下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那么其实它给我们的一种启示就是说，人们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究竟能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以及我们再去思考这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的时候，那么应该我们面对当下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怎样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考古学，因为这个考古学本身这个学科可能就是偏向于一种探寻事物本源性的这种东西，就是说探寻我们人应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物啊？这里边其实可能就会人类的这种早期历史就能够告诉我们。尤其是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可能像那个伊恩霍德他们在讲纠缠的时候，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他其实也面对的一个非常当下的一个关切，就是人们在面对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那么究竟人和世界这种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
尤其是这种接近于人类之初的这种初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之下，人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度总结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下面继续来回答各位网友的一些问题。那么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这个张老师能不能回答一下啊？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就提到了岩画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讲座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岩画，就是旧石器在晚期的岩画的问题。他关注一个点，就是说这些岩画的出现，它是这种类似于本地起源的，还是一种就是这种单次的起源的，还是一种文化传播的一个现象？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很困难的，真的是很难回答的。这岩画其实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测年问题，对吧？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是连它的具体年代都不知道啊。但我一般来说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更多是从一种系统状态啊 ，system state， 就是它和这个人类这个社会啊，或者在当地的一个社会，它究竟是怎么组织，它有没有必要利用这些媒介来组织他们的生活的这种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是那些岩画究竟是哪个传播到哪个里面，其实很难说的。但是大家就可以去想想，其实岩画它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的东西，对吧？在欧洲那边确实有很多岩画，另外一个岩画呢，在印尼啊什么地方有岩画，还有非洲的一些部分有岩画。其实，在别的地方有许多地方的岩画在旧石器时代并不太多啊，包括像北美啊，就是人类进入美洲，按理说应该是智人了吧？他们也岩画的特别少见，对吧？如果说那有岩画的，很多是在 Amazon 啊，它的那个丛林里面有啊，所以有的时候岩画它是，就是其实它一个叫什么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的那种东西啊，就是它里面承载了很多的能量，很多的信息，但是不是人需不需要把这么多的时间画在上面？而且有的时候画上去了，必须得有观众嘛，你不能画了之后光自己知道，那不顶用的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他们的一种社会集群模式啊，或者是他们的一种有意识的表达问题。因为如果在黄土高原地区，有许多地方它没有位置啊，它没有石头可以画这些东西，对吧？像细石业社会，它就是高度流动性的呀，对吧？像那个索尔维斯他们一样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他们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法，来解决了这些问题啊。所以大家要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必要特别集中于究竟哪个传给哪个，他们是文化传播还是人口扩散。其实我觉得从本位上角度，就是相当于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它和周围的那些材料啊，或者是对应的人类行为啊，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有一些建设价值吧。啊，好的，谢谢张老师这个问题的回答。那么还有一位网友问到了，为什么旧石器时代，就是一个有关于这种人类的演化以及现代人演化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旧石器时代还有各种的人类的亚种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多样性的这种人类物种的出现，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就是只剩下智人了。其实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这种现代人的为什么演化成功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按照英文来说就是1 million question 是吧？能值上100万美金的这个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人类学家经常探寻的问题，甚至有的学者就提出，是不是人类有一种排他性的失血性，就是让其他的这些相邻的物种是很难活下去的。就是你看啊，这人类演化到最后，这不只剩下 Homo sapiens 了吗？其他的人种都没了。究竟是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人类这个生态位的这个事情啊。你就可以看到智人那个时代，它其实是全球，它都可以去的，并不是说要把另外的人种灭绝，它估计连其他人种都没这个概念啊。
是不是把其他人种当动物看，还是当人看，咱不好说啊。但是呢，这个其他人种的这个灭绝啊，确实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人类学学报上，我曾经发布过一篇文章啊，就关于这种艺术表达的方面和尼安德特人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在我当时提出的看法来说，可能就是现代人呀，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一批人，他具有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而且他的适应性是通过这种社会组织来进行那个建构的啊。这一点来说，可能和尼安德特人就形成了一种比较优势。在漫长的历史里面啊，因为他们那个有1万多年啊，或者是那个长时间里面，很有可能就形成累积形成的一种比较优势，对吧？尼安德特人他的基因池就会越来越小，现代人可能很容易就是用一种交叉、一种包围啊、扩散包围的形式，把尼安德特人很多的那种群体给隔离了，所以他们这个基因池会缩小的，所以咱们就是从这种长时段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也是符合这种生物学的啊，这个基本的这种知识的。但是人类啊，它的这个生态位扩散太快了，就这只人啊，太快了，所以就会把这个时间压缩特别厉害啊。所以这个人类这个智人的演化，你看后来形成了很多的动物的灭绝嘛，巨兽灭绝啊什么的，所以有人说是第6次灭绝啊什么的啊，这也是一个反应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下面这位网友应该也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他可能问题比较多，我先挑2个张老师可能比较好回答的问题先抛出来。而且他提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我们可以结合一下我们之前提问过的以及要提问过的一些东西来一起回答。那么这位网友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种实际技术啊，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以这种就是实际的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石器的这种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就是那个克拉克的那几个模式。他想关注的是这种石器技术的演变在中国的考古材料上是如何体现的，以及中石器时代与末次盛冰期就是说您对这个中石器时代以及末次盛冰期还有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这样的一个石器的这种发展，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不是侧重还是石器在这个几个阶段里面的它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看法？这是我对它的一个问题，其实已经相当大了啊。就是这个模式啊，在中国上体现。其实因为这个讲座是一个超级压缩的，我也不可能像我因为上学期刚给学生上了就是如果这个张老师回答如果特别的复杂的话，这位同学这位网友也特别对您的这个研究的作品感兴趣，你可以推荐一些你对这些问题研究的一些这个文章给他。没事，我是用最简单的话来把它尽量说明白吧。其实在克拉克提出这5个模式，它是一个大家也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progressive 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一个发展的一种直线向前的一种看法，是吧？就是模式2比模式1高级，模式3比模式2高级，模式5比模式4高级，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色彩啊。但是这里面并不是这么回事啊。另外一个学者呢叫 John Shea 啊，他提出的一个看法，其实它并不是进化的，而是生态的。生态意味着在不同的生活这种环境里面啊，它有不同的适应啊。所以像有的区域它就是像用模式1用的挺好的，没有必要用模式2，因为模式2就是你还得需要打很多片的啊，模式1就好用就得了嘛，就是顶用就行。所以它是一种生态的一个看法啊。它所以说不是模式1、2、3、4、5，而是模式 ABCDEFG，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如果咱们再看看中国的话，其实也很有意思的啊。其实，最近不是有一些争论嘛，尤其是中国存在不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啊这个看法里面。
像有些学者就像比如高老师就说有早晚期就很清楚了，中期不太清楚。但是这个王幼平老师当时写那《源流》那本书的时候，他说叫承上启下嘛，他认为这里还能看出一些变化的，所以他就单独把它放出来了啊。不过最近有很多的研究，像那个杨世霞老师、李浩老师他们，就是发了很多文章，他们就认为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的有意思的变化啊。当然是还有一些说法啦，是吧？就是在云南地区发现了基纳类型的这种石器什么的，就引申出来了，不是有些人的误解嘛？就是尼安德特人跑到这里啊。与尼安德特人其实没什么关系的啊，但是这确实出现了石器技术的复杂化啊。而且在中国这些区域，在南方的话，它演化的时候，它就看着都比较原始啊。北方的话就没有那么原始，因为稀石业技术一出，就立即将那什么北方那种格调拉的就特别饱满了哈。但这里面就是涉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北方才出现稀石业，而南方并没有什么出现什么稀石业这种的事情？南方确实出现了一些石器小型化或者是石片化的色彩啊，可能与资源的这种利用变化有关系，因为末次生命期对南方也产生了影响嘛。但是产生影响来说，北方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它的这种石器的这种规制化，它其实是一个北纬高度啊，就是北相当于北部地区啊，全球的北部地区的高纬地带，它的一个集体出现的一个现象啊。比如咱们说欧洲是吧，有索鲁特、马格德林是吧，还有后格雷福特。西伯利亚那边后来不是出现9颗台嘛，就出现了这种特别好的稀石业的这种技术，而且在古北极地区，它不是古北极工业来说就是稀石业嘛，而且它出现了那种类似于克劳维斯，但是不是克劳维斯的一种东西，像北美地区，它出现佩留印第安的那种时期，也比那个就是中美和南美的Paleo American 那种东西要规整的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它的这种时期的这种演化，咱们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很多的影响因素，有进化的，对吧？有这种生态的，还有社会组织的，因为社会组织对于装饰品来说可能会起很大的作用啊，这是这方面。我觉得我第二个问题好像也同时也回答了。如果有些推荐的话，我不知道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朋友，是本科啊，还是研究生呀，还是专门从事研究的呀？但如果说是一个初学者的话，最简单的书就是那个上下就是那个世界5000年的，陈春老师和我写的第一本书啊。那是可能是看到最简单的一本书，如果复杂一点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像 Gamble 啊写那些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呀、Settling the Earth 呀这些，如果你想看石器关系更大的话，像那啥那个石器分析那本书，邓内尔就那什么。奥德尔那本石器分析肯定特别重要，当然是还有一本没有翻译出来的书，但是据说现在正在翻译的一本书，就是库恩在2021年写了一个关于这个石器技术的进化的一本书啊，十分好的一本书啊，一些推荐吧。好的，谢谢张老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可能这个叶老师也可能更擅长一些啊，就是有关于半月形文化带的。刚才张老师讲座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您在讲那个稀石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时候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他问的问题是，这个半月形文化带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传播带吗？还是在新石器以及历史时期也更有意义啊？看两位老师谁回答？叶老师回答，这是你的专长。是那个所谓的半月形地带呢，那个是这个童一正先生在1982年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它的这个概念当时的界定，它是发现在这个从中国的东北，大致从我们的现在这个燕山、大兴安岭，然后往南经过阴山，然后到这个
河套，然后到这个甘青，再到这个青藏高原的东南边，也就是川西地带，一直到云贵高原，它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出现的这个细石器的这种传统，然后到青铜时代，然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些陶器的传统，然后一些青铜器的一些器物，它具有广泛的相似性。而在这一地带的话，又是我们后来的这个农牧交错带，然后它的生计也有这种长期的延续性。然后历史上这些少数民族也经常通过东北，然后往西南迁徙，所以他最后把这个地带它的概念定义为这种文化传播带，是认为是青铜时代开始，就是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有一条这么一个具有相似适应、具有类似的文化传统和生业传统的一个适合于人群的大规模流动，人群流动所带来的这种文化的快速传播这么一个地带。但实际上，这个如果持续关注这个半月地带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半月地带它所表现出来的不光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地带，它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地带，是一个文化分异的一个地带，甚至是人群分异的一个地带。当然，我们首先来看的话，整个这所谓的半月形地带，最早的话就是从青藏高原隆起之后，它就其实已经塑造了一个青藏高原隆起以及更早的一个地质活动吧。然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地理格局的形成之后，它就已经造成了这种南部海拔最高的地方，它纬度低，它把热量均衡掉了，然后往北走，这个海拔其实越来越低的。就是从3,400米的高山的边缘到这个2000多米的这个高山，然后再到1000多米到这个阴山以北的话，基本上1000米以下了。然后大兴安岭基本上是纬度、热量和地形整体均衡掉，然后它们具有相似的文化特征，同时由于我们这个东南季风，这个从东南往西北吹，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400毫米那个等江水量线。那这个基本上再往里边走就是季风的边缘纬率地带嘛，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气候格局再加上地理格局，已经注定了这个区域它已经把东亚的大陆已经分成了东南的这种季风区和西北的干旱区。它这种自然地理格局已经限制了人类活动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人类活动可能也会有这种差异性。它体现在，因为人类是要靠动植物生存的，而动植物的分异就基于这个气候条件的分异。那气候条件分异再加上人类的文化的分异，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看到人类的生存也在这条线上两侧有差异呢？那我的研究认为，它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现代人起源，现代人扩散到东亚地区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半月地带，我们看到了在400毫米等江水量线两侧出现了那个更西北的，依靠这种拉瓦罗瓦和那个实业技术，这种具有比较精致化的、比较预制的这种比较强调这个狩猎成功效率的这样一种比较精致的时期，和这个东南这个季风区还是从100万年以来这种使用简单的石盒石片生产这个工具这样一个传统的一种分异。这分异的背后，有的人认为是是因为人群的差异，比如说现代人扩散过来的，但是他那个时候是从西边来的现代人，是从阿尔泰过来的现代人，而不是东亚地区的现代人。东亚地区是一个可能是以前的丹人或者以前的龙人遗留下的一个古老人群，然后所以他们的时期系统不一样。当然我觉得这个里边可能很复杂，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这种文化技术的文化面貌的分异的话，我们认为还是用这个生态适应，用文化生态，用这种适应的角度去理解更好。那这条带我们看到这条带上，我最早的时候有这种石器技术的分异，但是到了这个马上到了莫斯科明期就来了之后，整个这条气候带这个森林草原的边缘地带就往南推了，一直推到秦岭淮河一线，甚至在这个我们看到现在细石器的分布，其实在东部地区它其实已经到了长江流域，因为
我们的东部地区的平原从那个燕山以南到长江以北其实是没有屏障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莫斯科明期的气候条件下，所以它这个细湿系基本南界是大致是到秦岭淮河，甚至那个东南边缘要更加的偏向南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这个台湾海峡的一些路桥也发现一些莫斯科明期的一些就是大型的这个披毛犀啊，这些动物化石的一些遗存，包括人类的一些遗存和人类的石器技术。所以你说这条带的这个结构经过这个莫斯科明期的这种变化之后，再到全金世，我们又看到这条带重新出现这种两侧能看到这种不同的人类文化面貌，大概就是因为农业起源。因为农业起源之后，农业它并不是在这种所有的区域都可以去进行粮食生产的，在这种西北的非季风区，它的农业生产需要依赖于灌溉，依赖于各种技术。所以农业起源它是发生在这种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才有的，到后来翻越太行山，然后到了黄土高原，然后再往西再往北推进，大致到全金世中期的时候，大暖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条带，这个半圆形地带重新呈现出这样一种文化的分异，两侧，一侧是农人，一侧可能是一些狩猎采集者，一些残留的狩猎采集者，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很多的互动，而这个互动当中带动了东亚地区的一些文化技术的这种传播和这种技术的交流。草原就是开始成为一种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就是它体现在什么？体现在就是这个在全世中晚期的时候，这个欧亚两侧的这个农作物，这个包括这个粟的西传，小麦类作物的东传，马牛羊的东传，可能都跟草原上这些偏流动性的狩猎采集者有关系，以至于后来有了这个马，有了这个驯化的这个动植物，有了这样一个游牧经济兴起之后，这条带才真正成为这个童文正所说的这个边地半圆形文化传播带，也是所谓的这个农牧交错带。然后再到历史时期，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农耕和游牧长期这样一种对立的一种叙事，它这个叙事其实构成了我们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哲学的一个推动力，政治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政治历史吧，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进程。因为只有在一个强大的一个季风农耕文明之下，才能够诞生它边缘地带产生这样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而正因为边地游牧民族的强大，才能够让中原地区，让这个整个东部的区域，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原王朝能够维持一种统一。因为来自这种游牧民族北方的压力持续的存在，尤其在这种南北朝，在这个宋元时期，这种气候小冰期所带来这种经济方式恶化，然后农耕要南移，然后游牧民族南下，这种推动的压力始终是我们古代中国历史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吧。然后这个是我们从农牧交错，从这个文化分异角度去理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方传播的一个角度，就是去理解这个半月地带，就是那个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的这个杰西卡·罗森，这个教授他提出一个概念叫中国湖的概念。他提到这个欧亚西侧的东西和欧亚东侧的东西，它总要在经过这个区域进行传播，在这个区域传播它会有一些消化，有一些抵制。比如说这个中国的玉石文明，这个青铜，这个玉石文明，它只有在这个整个欧亚东侧地区是一个非常繁盛的一个阶段，而那个金银器它到了这个区域，虽然被接收被吸纳，但是最后会转化成中国本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青铜器，它是很典型的，这个在整个欧亚草原，在这个边地型半圆形文化传播带都是一种兵器也好，车马器也好，但是到中原地区，它根据我们新世纪以来这种彩陶的传统，这种仪式化的陶器的传统，把它做成一种容器的青铜器，是一种礼器，然后作为一种礼乐文明的一个象征。而在在欧亚西侧始终是一种兵器的一个青铜时代。所以就是
看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区域。这样一个区域始终是可能是一个是东亚文明它自身的一个板块间的一个交融互动所产生一些创新点的地方，但它同时在欧亚这个大的视角来看的话，它会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前沿地带。就是大概是我这么一个对于半月地带大家一个宏观的一个理解，结合现有的一些研究的一些看法，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位这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张老师还要补充吗？没有。好的，是对于在我模拟里面就12.75嘛，有效温度12.75还有那个中等有题的那条线。叶老师这个应该是把这个我们所谓的半月形地带从这个旧时期一直讲到历史时期，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讲座题目的这种长时段的这种深度历史的一种解读啊，也是从我们所说的适应，包括这种环境，包括我们所说的文化交流多个维度给大家讲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进入下面的一个问题，下面的问题来自我们的腾讯会议。那么有一位学习考古学专业的同学，就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有一个问题啊，他认为原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出现与发展是伴随着复杂石器技术和团队协作、狩猎行为而共同出现的，可能早到莫斯特时期。它的这种预制石器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说您对于最早语言的起源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看法，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与哪些现象或者人类行为有关系？好的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也看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因为我也不是做这个研究的啊，也很难给出一些回答。但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思考的点啊，有一个点呢，就是咱们可以从语言进化的角度或语言形成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毕竟现在有娃的人了嘛，和他接触的时间比书接触的时间还要长哈，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思考一些挺有意思的一些问题，比如孩子学说话，他是怎么学的？这里面就特别有意思，其实他学元音是很早的啊，那元音他是很早就把握了，就是啊喔就是这个这些音呀其实他了解的很早啊，就是但是但是孩子有一些音他是不容易把握的啊，他是说那个么和不啊，就是爸爸妈妈那里为代表的这两个音啊，这两个辅音是相当早的。我也和其他人也聊过事情，他说这两个音是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它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它是张口就能来的。不就是这两个音，但是他如果要表达其他的声音，那就比较复杂了。你包括我女儿现在也在说话啊，这里面你看到现在啊，她是20到21个月的时候，她终于说出来一句主谓宾的话，就是爸爸抱宝宝啊，其实后来就是妈妈抱宝宝啊，就是这些主谓宾终于有了，其他的时候经常是主谓宾不会齐的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它里面表达的时候就发现这信息比较简单，它有的特别是指向性，就指的是那个东西，对吧？咱们就可以想一想，如果人类进化的时候，它这种语言究竟是怎么进化的？我觉得有可能和这个差不到哪儿去，对吧？它有可能会指向性的那种说那话比较多，就是这不手舞足蹈嘛，就是手和也比划是吧？大家知道是那种东西，但是如果比划的话，传播效率肯定是不够的，而且它容易产生很多的歧义，对吧？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咱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咱们就去看与人类这种行为相关的这些物质遗存，它们有可能能展示出它们信息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对吧？就是像如果石器，因为石器是咱们看到的最多的这种材料嘛，其他的东西其实肯定很多，只是
没了，对吧？很多搞不到了嘛，是吧？这石器里面，根据石器这种结构的这种复杂性，咱们也可以推知他们技术传递的时候，比如一代人传一代人，或者也是交叉传的这种，信息量是不一样的。很明显，像细石业什么的，它这种信息量是十分庞大的，它需要去用石头的原料，而且有特别高的要求，还要进行干。那个键杆还需要校直，对吧？因为就是键杆有可能比箭头还重要，那个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啊在这里面。但是如果说人类特别早的阶段来说，它可能运用的技术量也是小的，而且它对于这种策略性的，这种传播，就是比如怎么去狩猎什么的，我估计啊也会相对简单。所以很难说它是在究竟莫斯特那时候有没有，但莫斯特确实涉及到时期预制了嘛，可能它是有一种就是叫deep planning 是吧？就是这种深度规划什么的。当然，宾福德认为深度规划是现代人的是吧？但是有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个事情很难说是哪个时间，但是咱们可以去思考啊。这些现象和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它在进化中的位置啊。我就回答成这样吧。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可能张老师也看到了，这个我们不论是在我们的腾讯会议，还是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其实都有这个观众提出的问题是与这个社会复杂化有关的。因为刚才可能张老师在讲座的最后可能提到了这个社会复杂化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多样啊，但是都是围绕着社会复杂化的。那么有的观众可能想让这个张老师解释一下社会复杂化的定义以及它的表现方式，包括我们这个直播间，包括我们这个会议室里面也有同学提到了这个，也有观众提到了，就是我们研究石器技术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如何持续展开到更复杂的社会组织进化层面上面，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刚才其实我就想那个有一位观众提出来了那个演化论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其实这个可能包括我们两位老师都提到了这种多次提到了文化多样性，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和我们的这个社会复杂化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非常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吧，我觉得我们三位可以聊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观众也都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也是我们这个学术界里面非常热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里面其实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啊？那么要不然这个一会儿这个张老师可以针对于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是一并来回答。我先把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也抛出来一下，就是这里边提到了刚才这个张老师的这个讲座里面，其实整体的一个理论还是以一种这种我们叫做这个进化论也好，或者演化论也好，它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是从人类的起源，包括这种实业技术，包括细实业技术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一个变化，其实很多的时候它是一个这个进化论的一个视角的。当然了。刚才几位老师也都提到了这种文化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也是和我们所说的社会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形态有关系的。这里边可能一条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这个两位老师可能都知道，我们这个前一阵那个我们翻译过来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书，就是这个大卫格雷伯的这个人类新史它其实就是接着刚才那位提到演化论的那个问题的观众这里边尤其是这个David 这本书里面，它其实是对这个尤其是所谓的社会进化论应用到人类历史、人类长时段历史的研究里面，它其实是提到了它其实是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那么这里边他可能两位老师可能都比较熟悉这本书里面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个狩猎采集者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方式的一个拓展，就是刚才
无论是这个张老师还是我们的这个叶老师，其实更多的是从人类的这种适应方式、技术的角度来去看待出名社会的一种社会发展的。那么这个 David 这里边其实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颠覆性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复杂性那么它其实是从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采集者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可能就是它本身的这种社会行为就是非常复杂的。这里边其实也我的一个想抛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考古学研究里面，就是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演化论的一个视角，以及它和这个社会复杂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换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个社会复杂性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尤其是在两位这个关注这个早期的这种我们所说旧石器时代，包括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路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社会复杂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叶老师，你想先说还是让我说？你先说吧，您先说。行，我说一下吧，因为社会复杂化问题是我最近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关于文明标准这个讨论里面，我特别强调以后说这个文明起源这个研究，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固有的很难去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把社会复杂化或者是如果咱们直译的话 ，social complexity 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复杂性，是吧？这种研究纳入到这个文明探源的轨道这是我特别倡导的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咱们画对勾，是吧？有这个特征的画对勾，没有这个特征不画对勾，看看哪个对勾到什么地步这就到了文明的就是这种门槛或者甚至来说咱们把所谓的这种西方的那种给改掉就是设立咱们自己的标准像这些问题其实到最后就会陷入到一种 checklist 的这个怪圈里面，对吧？这就会出现一种这个问题，所以社会复杂化这个进程这个问题可能是咱们需要特别值得关注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而且这个看法来说与陈纯老师所说那个从科学的角度去进行文明探源也是一致的，而且这里面有这种从直线进化到多线进化就从单线到多线从比较老的进化论到新的进化论等等的这些潮流也是保持了一致这是我和陈老师我们达成的共识但如果说咱们说给社会复杂化或者社会复杂性一个定义的话，它本来就是 complex 这个下这个定义简直就是属于相当难的一个问题给出比较简单的定义吧，大家总觉得过于简陋，比如复杂的总是包括不了所有的情况，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们就去考虑他们这些差别的问题在有一本书，就是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是吧？就是社会不平等的基础那本书里面 ，Feynman 和 Price 他们不是有2本书嘛，对吧？这2本书都是关于社会复杂化或者社会不平等的。它里面特别提出来一点，如果有制度化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就是如果出现这个了，肯定是进入到了咱们理解的一种复杂社会，甚至咱们就可以和文明探源什么那些事情，文明起源就可以挂钩了他是提出一个这样的看法。但是有一个人叫 Crumley 是吧？他不是提出来了，其实这种复杂性不一定是等级的复杂性，而且它是包括它结构本来就是一种复杂性。他提出的叫 hierarchy 就是和那个 hierarchy 相对，是指的这种平序的序列是平等的，但是它的构造是相异的就是相当于咱们看到的一些结构，它是确实很复杂，但是它的等级性并不太强，所以就像 GPU 咱们现在都是不说什么 CPU 了，就是 GPU 嘛，就是 AI 这个 GPU 有关系，它本来就复杂的这也是一种复杂所以咱们就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要考虑到这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本来就复杂有的时候就说
不是研究人类的能动性呢？就认为农业社会的人的能动性更高，比狩猎采集高。这个观点本来就有很大的问题。其实人类进入到智人的这个层次的时候，生物特征基本上稳定了啊，而且基本上那个从 agency 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个常量而不是变量。这宾福德在他的那个构建财务框架里面特别指出的一点。但是我问过安博尔这个问题，安博尔就问了我一句：你难道就觉得那个狩猎采集者他能动性不高吗？他不复杂吗？我想也是啊，就是有可能是相当复杂，因为咱们如果在那环境里面，可能都活不下去的，对吧？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社会组织在这里面的，只是咱们了解的少而已啊。所以这里面就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啊，它本来社会复杂化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咱当然是在为了咱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可能说有一些叫简单的、复杂的啊，咱们会进行一些分类。这2分法、3分法，靠近简单的、靠近复杂的，对吧？或者中间再加是吧？最后发现它是一个 spectrum， 它是一个光谱或者一个谱列，它就是一种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呀，对吧？而且这种表达的时候，咱们还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啊。比如它是不是它的资源类型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利用水生资源，尤其是海洋哺乳类的这种的，他们社会不可能十分简单，因为这些知识的传承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对吧？就是他们肯定会形成很多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那宗教呀，对吧？因为不确定性会产生是宗教的温床嘛，对吧？所以在这个社会的进行演化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种力量纠缠在一起的啊。这个刘老师肯定特别喜欢纠缠是吧？他纠缠在一起的。其实咱们可以用那个 Tim Ingard 他的一些看法是吧？他们就是 meshwork 啊，就是或者就是这种东西的，或者拉图尔的，就是 actor 什么 ANT network theory 这种来去解释，对吧？其实像后过程的这些理论源头，其实也是对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一种阐释吧，只不过是角度各有各的长处啊。所以去思考这一系列社会复杂化的一种问题的话，咱们需要足够量的知识。比如咱们研究旧石器时代社会，会默认为它是简单的。咱们如果是对狩猎采集有特别深的了解之后，就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你再举一个极端例子，你看黑猩猩，不是有一本书叫《黑猩猩的政治》吗？最后发现黑猩猩社会相当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黑猩猩社会那么复杂的话，人类早期的社会难道会简单吗？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权利？肯定是有权利的，对不对？而且在因为权力的这种构建，其实也是人类演化的一个动力啊。如果咱们就说，如果那种出力最多的进球最多，得不到比较高的权利，比如咱们看阿根廷队，梅西进球那么多，而且是这个球队大脑，他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这种奖励的话，他会不会得到那种威望？而且在人类演化的时候，得到威望，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有很多的机会的，不只是食物，还有配偶，还有子女，对吧？他们那个 fitness 会提高的，所以这一定意义上，它也是这种社会演化的一种原动力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时候，肯定会把它进行分类的或者分层级的，这有利于咱们去理解这个。但是工具性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啊，咱们这里面就涉及到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还有真实的世界的问题。科学咱们采用科学这条路径，其实是在接近真实啊，在走进真实之道。但是咱们并不能说我做出来就是真实的啊，这不是科学啊，这是我的一个评论吧。好的，叶老师。我就这个张萌老师的这个看法做一些补充吧。就是首先是这个社会复杂化，这个社会复杂化这个概念，当然在这个国外的考古学理论，包括这个文明起源中，它已经开始的很早。我们国内这些年一个
引入社会复杂化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之前我们在做文明起源研究的时候，面临着这个标准论，然后东西方的这种学术对于文明的界定，就是那个 checklist 的这种标准的不一样，然后引发了一些可能是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情绪吧，就是认为为什么我们其实我们只是没出现文字，但是我们的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程度，因为我们的是土建筑、土遗址，所以我们的那些大型的宫殿呀、大型的好多的遗址保存下来不如西方文明或者说这个近东文明那么的辉煌壮丽。那由此就是把这个社会复杂化引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出现了一些的，就是也有一些困扰吧。其实你只要是要进行研究，就要像张本说，你要进行分类，你要进行分类的话，你要界定 A、B、C， 那界定 A、B、C 的本身，你要把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出来。你只要界定这个概念的话，你就陷入一个本质论。你要到什么程度上你能够说它是符合这个概念的？所以它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首先的话需要破除的就是一个是把它作为一个标准论，然后制定一些标准，达到这个程度打勾，达到这个不打勾，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复杂性或者社会复杂化是一个动态的光谱的一个过程去理解。把这些能够体现社会复杂性的方方面面去纳入考察内容，因为其实如果说把文明定义成社会复杂性的集合的话，那实际上从考古学，从我们对史前的社会的理解来说，我们只能看到是物质遗存所能体现出来那一部分的集合。那更丰富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它可能体现在一些非物质的、非物质的不能够形成考古遗存的东西上去表现出来。那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人类社会，它需要去借助各种各样的参考框架。我觉得就是说，像这个我们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对于这个旧石器时代对于狩猎采集者的认识有很大的提升，就是依托于这个对于晚近民族志的研究，对于晚近一些狩猎采集社会的一个很真实的、很复杂的一种记录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人类新史》里面他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对于我们其实不光《人类新史》啊，就是从那个写实际时代经济学开始，从那个实际时代经济学开始，对于这个狩猎采集社会是一种安逸的，是一种相对不需要那么劳累的一个社会，到这个农业社会反而是一种退步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这些畅销书作家以来的这种观念，它除了给以前在西方近代史，就是我说从学术政治、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其实整个对于狩猎采集者认识的观念转变，它跟西方社会的一个从西方中心主义殖民浪潮和单线的进化论叙事、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后来的白左兴起，对于这个性别、种族、身份的反思、身份政治，它是有紧密联系的。就是对于这个狩猎采集的重视和这个原住民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崛起是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案例就是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有一个学者，他是个原住民，他读到博士，他写了一本书讲西半球的狩猎采集者，他把那些美洲所有的存疑的，但是可能有一点迹象的点，他把它都给它罗列进去。他认为美洲的人类起源可能也能追溯到20多万年，然后并且构建了一整套的叙事。那包括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对于这个狩猎采集这种复杂性，是不是也有一个矫枉过正，有一个这种现实的学术政治的一个考虑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不得不去反思的。这也是就是对于大卫克雷伯那个人类新史的那部新书的一些评论当中有一些反思，也是指的是他其实有一些夸大。当然他对于狩猎采集社会他应该具有那种社会复杂性的承认是一种进步，但是有的部分可能也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就是如果放在更长时段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从物质文明所见，从考古材料所见的话，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复杂性是一个
递增的一个过程。从常识上来讲是这样，但是在具体某个时间切面的话，它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空间的时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个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反思这个人类这个狩猎采集的复杂性里边，要考虑到这个西方白左浪潮的一些影响吧，就是这是这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这个它其实也是对进化论的一种矫枉吧，就是对于以前的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的一种纠正。对，然后我大概就是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文明起源的一个认识，它偏重于从物质角度，但是你需要去搭建参考框架，去把那些非物质的东西能够给通过一些建构，通过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背景知识，然后把史前社会的一些更加复杂化的一个过程给揭示出来，才能够去论证一个更加完整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演化。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接受一些新的观念、新的对于狩猎采集的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早期社会的一些复杂性认识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它有没有受到一些西方的学术政治的一些影响，就是这两个点。谢谢。好的。这个谢谢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度的一个分享啊。这里边其实这个问题，刚才两位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都阐释的非常清楚了。就是这个社会复杂化，其实就是说我们早已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非此即彼那种单线条式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虽然说我们在考古学研究里面可能还面临着这种从物质材料的角度，包括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这种分类的角度，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定义也好，分类也好，很有可能都没有办法涵盖这种人类社会的一种所谓的我们叫做真实的也好，或者是那种本真的这样的一种复杂的一个面貌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像这种狩猎采集者，这种出民社会这种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其实是现在也越来越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了。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为什么说我们所说的一个是演化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多样性，这里边可能就是涉及到我们学术研究的一种不断的去修正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就像是我们再去看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电子地图一样，比如说我们缩小一点可能看到的是一个趋势，我们再放大一点可能看到的这个马赛克里面可能有一些多样性就给出来了。所以说这里边可能是我们可能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在一方面在考虑的演化的同时，更多的时候可能要去涉及到这个多样性的问题。那么不同社会里面可能需要我们去更多的时候像这个易老师提到的去建构一些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参考框架，那么帮助我们去理解考古材料所反映不到的一些信息，尤其是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这种单一的考古材料里面，尤其是石器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直接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曾经发生过的至少和这个狩猎采集者当时的狩猎采集者更接近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这种社会的复杂性。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应该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吧。那么下面应该还有看一下时间啊，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那么有一位网友其实是对于我们玉器比较感兴趣。刚才那个张老师可能在讲座的最后里面也提到了玉器就是说他的问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可能有比较更优质的这种材料那么为什么这种玉器的这种对中国人对玉器的钟情，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这种玉器的这种起源，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都对它
非常的钟爱，这个可能是涉及到这个玉器的这种含义的流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张老师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下的。我在几年前忘了具体的出版年份了啊，不是2021年，就2022年，有王蓉老师主编的一个古代玉器研究里面，我有一篇文章涉及到这个中国北方玉器起源的这个问题。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是从无到有的嘛，因为以前没有，后来变成了最早的玉器，尤其是小南山遗址为代表的中国这个最早的玉器的问题。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呢，我是用类似于参考框架的，从狩猎采集者的角度去看一看，为什么是在小南山出现了最早的玉器，而不是其他地方。因为玉器这种东西，你应该听说过磨制这玉器啊，一般是磨制的。你听说过打制玉器没有？基本上没有。一般来说，咱们看到玉器绝大部分都是以成品形态出现，而且它都是经过磨制的，甚至抛光呀什么的。其实人类利用这个玉器的时候，其实就涉及到对于玉器为代表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东西，它的材质的一些固有性质的一些采用。其实除了玉器之外，它完全可以采用其他东西，比如狐狸的牙齿贝壳，对吧？其实还有像珍珠呀，也是其中的这个类型的嘛。就是自然物中很多的，像象牙呀什么的，也有这个性质，它都就有一种就是润啊，还有一种是耀眼，还有什么类型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我当时论证它起源的时候，它是有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在这里面会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它有一种社会需要，它是来进行一种社会的交往啊，与这有关系的啊。我当时进行论证的时候，认为它是和水生资源利用有直接关系的啊。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篇文章，我在我的那种就当代考古学理论哈。这个我的个人的公众号里面吧，我也转了这篇文章的电子版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篇文章啊，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探索吧啊。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种选择的过程啊，就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时候，其实人类有许多的选择，它可以选择这种材料，也可以选择那种材料，以这种方式出现，另外一种方式出现，都是可能的。它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事情。它在中世纪时代的时候，在出现这种地域性的，或者是出现他们这种宇宙观重构的时候，像以水生资源利用为主的这种区域啊，可能在东北亚，它确实选择了玉器啊，它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装饰品，但是玉器，它最后成了气候啊，它确实成了气候。这是中世纪时代的一种确实是把它给选择了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它就被广泛的运用到这种社会权力构建里面去来了啊。因为这个玉这种东西吧，它有一个好处，是第一，它是软啊，它是塑形还是相当容易的。第二呢，就是它做出来还是相当漂亮的。而且这些料是吧，它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还是有的地方有，比如岫岩什么那些玉料是吧，对于红山就有很大的帮助，并不是说越近的地方那种料反而不一定是，就是他们会把它作为选择啊，他们远一点的，就是需要一些门槛才能获取的，可能对于他们这种外来物品，对于他们这种社会权力建构可能会起了一些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呀，在有些区域，它会形成了许多变体，对吧？比如良渚那种玉，它就是完全变成了，就有一种法器色彩啊，有的是法器色彩，有的就是表达信息量是十分大的啊，就是而且玉它本来这种东西吧，它又对于它因为软嘛，进行雕刻也比较方便。所以塑形方便，第二在上面赋予很多的花纹也是比较方便的。以良渚那种神辉为代表那种线雕啊，就可以在上面，真正的是来发挥的啊。
但是这玉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王蓉老师做过很复杂的研究啊，就是包括它和这种德行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呀，就是有这个德这个阶段呀，还有这种神的这种阶段啊等等。那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了解。因为那个玉它是有的是用的是软玉，它的硬度没那么高。当然你如果说硬玉，这种尤其是这种翡翠啊，尤其是在美洲的这种雕刻，它确实是就是花费呢时间是巨大的，就是这种偏硬的这种材料。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做玉器的这种专家嘛，所以对这个也很难回答。我觉得普通的石头对于我来说亲和力，带疤的石头啊，带疤的石器可能对我的亲和力更高一点。好的，谢谢这个张老师的回答。其实那个陈龙泉老师可能写过一个文章，就是解释了所谓的玉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用到了这个物质性理论。刚才其实张老师已经提到了这种所谓的玉器，这里边一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本身，一个是它的这种光泽呀、温润呀，包括我们所说的加工方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它和后来的这种各种与这种社会与这种人的这种精神就是人们赋予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其实涉及到一个这种玉器的一种流变了这种一个问题相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有兴趣的这个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玉器的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玉器究竟是在如何在各个时期不同的这种社会观念相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为什么是玉器这种它的这种观念在于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非常独特的这是我们这种文化史里面研究的一个范畴。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提问的环节可能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张萌老师和叶檀阳老师非常耐心和细致的解答，还有我们的这个交流，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会议室的各位老师同学的积极的参与的互动。那么今天的这场讲座也是一个非常充实内容很充实、思想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探讨那么两位老师也为我们系统的梳理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的内容相信各位听众一定收到了非常多的启示和启发不仅了解到了我们的一个学术的前沿的观点，也为我们今后的这种学习研究，包括我们其实问了一些与当下这种生活相关的问题，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和侧重。那么两位老师还有没有需要总结和补充的内容了？我有个东西要补充，就是我感觉就是刚才也受到了一点启发吧，就是我们在讲环境适应、讲这些文化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讲个体主义的一种方法论，然后在讲这种历史传统，在讲文化传统，在讲这个群体的适应的时候，很多时候讲到一种集体群体的方法论。那在这个玉器起源这个研究里边，我觉得可能体现了这种过程，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在旧石器晚期，大家在普遍的去发现，尤其在这个像我们的东北，像整个东北亚这些渔猎社会，他们对于这个吸石业工艺开发过程中，对于这种精美的石器的一些对原料的一些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这种更加复杂狩猎采集社会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他们对于这种对于美食，对于这种美好的石头的选择，就是我们的后来玉器其实定义也是嘛，食之美者为之玉嘛，所以对于这个玉器选择可能是一个在这样一个阶段成为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后来是由于这种群体规模的持续存在和历史传统的存在，所以让这个玉文化传统一直在欧亚东侧成为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这样一个角度能够把这种偏客观的、偏强调被动适应自然这种基于个体主义这种方法论和世界观认识论，然后走向一种更加注重群体的发展、社会发展、
社会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这种视角结合起来吧，就是有一点突然的一点感想。谢谢大家。好的好的，谢谢这个叶老师的分享。张老师还有要补充的吗？如果说补充的话，就是多读多思考吧就好的，也是这个张老师给我们这个每位观众的一个寄语，其实是我们这个考古学这样的一个讲座里面，其实我们张老师不仅仅给我们讲授了这种所谓专业的知识，其实考古学更多的时候其实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身边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和事物，这个可能是我们几位老师达成的一个比较不容易达成的一个共识啊。那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两位嘉宾，我们的这个主讲的张萌老师和叶老师的精彩的分享。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下我们后边的一个预告。那么我快点说啊，我们在这个7月11号的晚上7点，会由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清源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心的张勇老师给我们带来唐代瑰宝的这样的一个有关于唐代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建筑的一个课程的分享。其实由这个我们故宫博物院的王楠老师作为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在7月25号晚上的7点，会由我们这个南诏国历史和佛像艺术独立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韩铁如老师给我们带来寻迹古国南诏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课程。届时将由这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金龙老师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志愿者唐鑫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讨论。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积极的扫码入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最晚的一个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预告是我们的8月1号晚上的7点，由这个山西晋城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谢同玄老师给我们带来东方壁垒乡土史诗中国古堡五大体系与民族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讲座。届时会有这个三晋出版社的端金普的编辑给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和学习，也是非常欢迎我们各位的听众，对于我们后面的课程感兴趣的我们的观众可以积极的入群参加好，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就到这里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每一位听众的参与，也感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两位老师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了再见。再见，大家再见。